好，在我們講解他的招式之前，我先給各位看一個東西。麥迪 2.0 來嘍！再看一次，2、3、4、5，這手不了哦，這個東西，這怎麼手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是我你們的主播台灣惡男，又來到了每個月一次的測試服影片啦。那麼今天要開箱的主角就是 Ant-Man。蟻人，哇，我個人是超級期待這個角色的。這邊有個小可惜的地方，是我本來進這個測試服的時候，我名字想要取4個孩子4個媽，但是不小心多按了一下，他就直接給我確認了。唉，作為現在也算是 NBA 門面之一的 NBA 球員啊，他受歡迎的程度自然不用多說了。當然，在我們正式的進入內容之前，還是要跟大家強調一下，今天這部影片的所有內容都是測試服的內容，絕非正式上線的效果，還請各位特別注意。那麼全明星街球派对的制作組會把它做成什麼樣子呢？今天這部影片就讓我們來一探究竟吧。難開高了，爽就站起來啦！點進來看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裝置是移動裝置版本的，別忘了在下方幫我熱推一下，讓更多人都可以看到這部影片哦。好，我們先來看看他的立繪。我個人是覺得這一張立繪挺帥的，不過他的模組呢，我覺得肩膀是不是有一點太寬了？現實的他肩寬有這麼寬嗎？你看他那個肩寬幾乎等於他的5個頭寬啦。我覺得這個身形可以再好好的修正一下。好，再來我們来看看屬性的部分。所有的能力值除了跑動稍微比較亮眼一點之外，我覺得其他都普普通通。3分在全無加成的情況下，滿突破是來到126，這個部分還不含夥伴的5點。如果夥伴5點加上去，那就是131點的3分，真的不算高。如果真的要選一個分位來做比較的話，我覺得選 T-Mac 会比較適合一點。你可以看到他們的數值基本上都非常的接近哦。然後就如同我們前面講的，他的跑動呢確實在分位當中算是高的，大概只比 Iverson 還要低而已吧。那跟 Harden 比較起來呢，大概是像這個樣子啦。3分也算是中規中矩，不算非常高。好，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技能說明的部分吧。來，首先他的大招叫做無我之境，並不是一個瞬發型的大招哦，是一種狀態型的大招。那既然不是瞬发型的大招的話，有可能是會被磁視屏康的。那詳細說明裡面有寫到說，他的氣勢上限會提升至3點。那麼所謂的氣勢，其實就是他的被動少年狼王。這個後面等一下我們會再跟大家說明。總之呢，你只要使用了這個無我之境之後，你的被動會直接給你疊滿。那疊滿之後呢，你會獲得它被動這裡面的所有的 buff，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看到這個少年狼王的被動哦。哇，這個非常長一串，有點像當時看到 Haliburton 的那一個技能說明一樣哦。這個角色天生它的受干擾範圍就會比較小，然後它在籃筐5米內的非負角度區域扣籃觸發概率是100%的。然後我們來看到它的這個機制氣勢，它透過這個蓄力突破或是爆炸啟動，它可以獲得所謂的氣勢，上限是只能到2點。如果你現在氣勢是0的時候呢，你的爆炸突破會直接向籃下運球突破。那如果是1的話，它就會變成橫向突破。如果氣勢是1的時候，你會獲得以下這一些 buff， 並且你的突破會變成橫向的突破動作。然後如果氣勢到2的時候，你會獲得這一些 buff， 並且突破的時候會變成往籃下來運球突破。然後特別注意的是，這邊氣勢到3的時候，那你說前面這邊不是有寫上限是2點嗎？沒有錯，這個氣勢如果是3點的話，就是當你使用大招，你就會直接增加到3點，就是這個意思啦。總之，當你在氣勢是3的時候，你就会獲得1跟2氣勢的時候所有的 buff， 並且呢，奇扣概率大幅提升。哇，可以像這樣子去發動這種奇扣，哇，很帥啊。那這個大招裡面有一個分支要注意一下，就是它有一個逆境終結的技能，在最後1分鐘，如果你是平局或落後的時候呢，你可以去使用這個逆境終結，一場比賽只能觸發1次哦。你在開啟無我之境的狀態下，消耗400點士氣值，也就是說，你如果要發動這個招式，你必須要消耗1200點能量。那麼我相信這個突破的部分，大家可能有看沒有懂哦，沒關係，等一下我們進練習場，各位就會很清楚的知道它到底是怎麼樣來運作的了。好，再來他給到的扣籃技能叫做孤狼暴扣，哇，這個名字有夠中二的啊。那3到5米的時候就可以釋放了，沒有什麼特殊的說明，所以我們就直接跳過。然後再來這個突破機制，就是這個角色非常特別的地方了。然後以下這些說明，哇，超長一串。那它的運作機制很簡單，就像各位在畫面上面看到的一樣哦，有點像是Jrue Holiday那樣子，就是按住突破鍵，然後它在原地
做這個運球的動作，有沒有？然後你一放開，它就會突破出去。你看，像這樣按住，它就會在那邊蓄力，有沒有？然後你一放開，它就會突破出去，做一個爆炸突破了。好，那要注意的是啊，當你在按住的時候，你看下面這邊會累積一個黃條，對不對？這個黃條啊，是一層還是兩層，會影響它突破的方向，以及你按的準不準確，會影響它突破會不會獲得 buff。以及突破的速度。好，我們來看一下具體來說會獲得哪一些 buff。如果說你在按住這個蓄力的時候，你剛好停留在這兩個黃條的中間這個綠點當中的時候呢，它就會發動所謂的完美蓄力。那你可以看到它這個窗口有2個綠色的窗口，對不對？如果你是成功在第一個綠色的窗口發動完美蓄力的話，你會獲得縮圈的 buff。然後如果你是在第2個綠色窗口發動了完美蓄力的話，你會獲得這一個 buff。然後這邊有寫到無我之境狀態下不會觸發完美蓄力，因為你已經獲得了以下這些所有的 buff 了，所以你根本沒有必要用完美蓄力了。然後下面這邊有在針對它的突破機制去做一些說明哦。不過呢，這個也是等一下進練習場讓各位來看會最快了。好，然後再來下一個爆炸啟動，它這裡是給到它一個接球的向內的突破。好了，接下來呢也給到了一些投射技能哦，有側步跳投，也有急停跳投，那也有接球的速投。那這個技能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所以我們就不特別說明了。然後這裡他給到了他一個傳球的技能哦，然後前面其實有講到他在蓄力突破的時候，他是可以直接接傳球的。所以如果你在原地運球，你覺得沒有空檔，或你被協防了，你可以把球分出去給別人哦。哇，看到這一連串技能，我只能說 Irving 直接哭暈在廁所啊！你說 Irving 被強化了嗎？我覺得那個有強化跟沒強化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哦。反正呢，我是準備要洗掉了，直接轉狼王了啦。好了，技能說明的部分我們看完了，我们來看看徽章跟夥伴吧。第一個徽章呢，哇，效果就很長咯。那麼古語有云，效果越長肯定很重要，對吧？所以第一個徽章是肯定必要的。全隊得分時，它可以針對當前的氣勢獲得防守增益。如果是1點，你會獲得以下增益。如果是2或3的時候，針對上籃和扣籃的蓋帽角度會增加到240度，但只針對上籃跟扣籃就沒有投籃了，有點可惜。然後如果是自己成功蓋帽或干擾對手投籃的時候，下一個進攻回合開始會獲得1點氣勢。那這個氣勢呢，對於 Edwards 來說，是蠻重要的一個被動啦，所以我認為這個1徽章，如果你要玩它的話，是絕對必要的。然後第一個花式給到轉體投籃，再來中間這個呢是給到了空位出手的時候投籃命中率加 3%， 再來給到了一個大風車扣籃的花式。接着第3個徽章，各位千萬不要覺得這個說明很短，好像不重要。這個說明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你在有1點氣勢的時候呢，你的受干擾範圍會減 5%。各位要知道，對於1號位主攻手來說啊，受干擾範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哦。所以如果說你想玩1號位的話，我會強烈的建議你肯定是要開到這第3個徽章的。那氣勢為2的時候呢，力量屬性加10點。那剛才我們前面有提到說，如果你在力量越高的情況下，奇扣觸發的概率就越高，所以這個力量屬性加10點也蠻重要的。那如果是3點氣勢的時候，就會獲得上述所有增益哦。所以這個跟它的一整套的技能配合起來呢，確實是蠻重要的一個徽章。那最後當然就是給到了3分加5，永遠都要把這3分加5留在最後一個，太狠了！全明星節奏派對。好，夥伴的部分給到3分，中投跟扣籃，那這邊不用說了，一定是直接帶到3分的，沒問題。好了，接下來就讓我們今天現場來感受一下這個角色的實戰操作大概是怎麼做的吧。好，在我們講解他的招式之前，我先給各位看一個東西。麥迪 2.0 來嘍！再看一次，2、3、4、5，這守不了哦，這個東西，這怎麼守？而且我在開展大招之後，我是可以無限這樣做的哦。我蓄力突破，繼續啊，有沒有？繼續啊，真爽啊！繼續啊，真爽！哇，刺激了，這角色。好玩。好，首先第一個呢，我們要來講到它最複雜的突破機制，其實也不複雜啦，就會需要花一點點時間理解一下。好，各位可以看到，現在我在持球，對吧？我在持球的時候呢，我的突破的名稱叫做蓄力突破，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你就是 Jrue Holiday， 你在按住突破鍵的時候，它就會有一個像這樣子持續運球的動畫特效。那隨着你放開突破鍵的時機，會決定你的突破的方向。以及突破後獲得的 buff 應該很好理解齁。如果你現在放開突破的時機點是在綠色的那條線的左側，也就是大約在這一塊放開來的話呢，它的突破呢會是向前去做突破，並且不會獲得任何的 buff。剛才我們說到的氣勢，也就是它的被動技能是不會獲得一層的。好，但是當你如果放開來的區塊是在第一個綠色的這一條的話呢，它就會像這樣。
往側邊去突破出去，並且你會看到右上角多了一層的氣勢哦。那不只是突破的距離增加了，你會發現速度其實也增加了。我們來看一下。突破出去有沒有？整個的速度就變得不一樣了。如果說你今天這一波進攻你想打投籃，那麼你就必須先按下這個蓄力突破之後，然後準確的抓到在這個綠色的點當中去放開來突破鍵，然後去進行進攻。好，那接下來如果你是成功按在第二個綠條上面的話呢，它的突破方向會變成是向前去做突破。那麼突破速度是不會变快的。不過呢，當在這樣的狀態下的時候呢，你的扣籃是有概率可以擊扣對手，並且扣籃的速度也會增加哦。所以原本的扣籃速度是像這樣。好，那當我如果在第二層放開來的時候，我的扣籃速度會像這樣哦，明顯就快很多了。好，即使是花式扣籃呢，也會加快哦。所以如果你想玩這個角色呢，你就必須要練好說這個蓄力突破的時候放開的這個時間點。其實我覺得還蠻好抓的，並不會到很難去抓到那個時間點了。那基本上你只要抓對時間，獲得了這個 buff 之後呢，我認為應該沒有幾個人可以守得住你，甚至是跟得到你啦，真的很離譜。我覺得是走不出測試服的啦。好了，那這樣各位了解它的突破機制了之後呢，再來我們來看他如果在開啟大招的時候呢，他的氣勢會直接加到3點，並且在這樣的狀態下呢，兄弟們，你不用再管什麼完美蓄力了啦，你直接不管怎麼突破，你就是完美蓄力之後的狀態了。你會獲得所有的 buff， 速度都一樣快，扣籃也一樣快。那麼它的突破呢，如果再附帶着它的後撤拜佛的話呢，是可以做到無限 A 的。比如说呢，我在蓄力完之後突破出去啊，突破，然後後撤，然後再一個拜佛，再一個拜佛。再一個突破，然後後撤，這樣子有沒有？我就可以做到無限 A， 沒問題。然後再做一個拜佛啊，拜佛啊，突破，後撤啊，再 A 啊，有沒有？我就可以無限的去做突破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突破基本上完全是可以在3分線外來做到無限 A 的哦。所以我只能說這角色很猛啊，老哥，這太鬼了吧？這真假的啦？這麥迪 2.0 啊！哇，突然再帶一個後撤，這根本守不了一點啊！好了，那這大概就是它的突破機制跟獲得 buff 的機制了，應該蠻好理解的哦。然後我們再來看看它的大招，它的大招呢，剛才我們前面有講到，它在發動了无我之境之後呢，可以再耗費400點能量來使用一個空位必進的大招，它可以給到大概在這個位置都是可以的哦，可以幾乎在中場3分了，超遠的。来，你注意聽哦，它在投出去進籃的時候會聽到一個的特效，可是我第一時間聽的時候，我感覺很像在玩小朋友下樓梯。然後呢，他給到了一個我不太知道這一招到底有什麼用的招式，但也許會有人開發出來它的用法啦。就是他在突破之後會有一個運球擊殺的動作，但我不知道這到底有什麼用啊。好，再來。這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機制，就是當它被撞停了之後呢，它可以立刻再按下突破鍵。所以像我這樣突破出去，有沒有被撞了？我可以再轉身把這個撞停呢給抵消掉。那這個就可以去避免你有時候被撞停的時候呢，直接被對方抄走球哦。然後再來是它在這個蓄力突破的過程當中，它其實是可以去銜接一些進攻手段的。在蓄力的時候呢，我發現隊友空檔，我就可以像這樣蓄力到一半，直接把球分出去。那這個分出去的距離是還蠻遠的哦。你看，像我站在底線這個位置，有沒有分？都還是傳得到球，而且速度還蠻快的，所以他到時候應該也會是一個很好的組織者哦。那另外他也可以做到像這樣子，突破出去之後再鬼拉回來去做一個出手哦。好了，以上就是 Anthony Edwards 這個角色所有的技能一覽了。簡評一下哦，我個人認為呢，這個角色它的機制感覺會是非常好玩的哦，畢竟它有點算是把 Irving 的完美突破的那種概念搬上台面來，讓你知道說你按對時機，你就可以獲得某些 buff 哦。不過我必須得說，我個人認為這個突破的速度跟距離高幾率是會被消的，因為如果真的照這樣子出來的話呢，那真的強度會有點太離譜了。我可以感受到全明星想要把它定義為是一個操作型的角色，但我認真覺得這個完美蓄力的時機還算好抓。我其實個人想要看到的是，他可以把這個完美蓄力的時機變得再難抓一點，然後呢去提升他在成功發動完美蓄力的時候獲得的 buff。
這樣就可以很明顯的把這個角色做出一個上下限的差距哦。你要長距離的突破，或是你要很有效的攻框，那沒問題啊，你按對完美突破那就 OK 了，对吧？那如果你按不對時機，那很抱歉，你這個角色就是被蓋爛。我其實蠻希望看到這個角色被做成這樣的，當然這個會不會發生在這樣的一個高人氣的角色身上，就不一定了。不過各位還是老話一句，今天這部影片的所有內容都是測試服的內容哦，絕非正式上線的效果哦，記得哦。好啦，我是台灣男，我們下部影片見，大家拜。